顾总吩咐过，今晚仅限受邀人员入场。我是他妻子。抱歉，顾总特意交代，今晚不方便让您进去。你跑来这里干什么？承泽胃不好，我给他送药过来。今晚是重要的商务晚宴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阿姨，您别这么说，清河姐也是担心顾总。他根本不懂商场上的规矩，只会添乱。许清河，你非要当众让我难堪是吗？我只是给你送个药，仅此而已。我不需要。顾总，许氏合同泄密的事情还没查清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合同资料之前只在家里出现过，我也不想怀疑清河姐，但实在没办法。这要是传出去，会彻底影响顾氏和许氏的合作。我从来没碰过那份合同。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肯说实话，不肯解释？我都说了不是我。好，很好。你跟我过来，别在这丢人。签了吧，我们离婚。就为了公司的事儿，你连查都不查，直接定我的罪。若宁一直在帮我稳住许氏的合作，只有你，只会不停给我添麻烦。顾总，您别冲动，先冷静一下。顾家绝对不能被你拖累，赶紧解决。我女儿念禾呢？我要带她走。女儿暂时留在顾家。她是我亲生女儿。你现在没有稳定工作，根本没有能力抚养她。孩子需要安稳的成长环境，顾家能给他。顾承泽，你真的要赶我走？我确定。大小姐，董事长想问您，明天早上是否正式回公司接任职位？通知下去，如期进行。大小姐，您的意思是，清河，闹够了就回家，谁让你淋雨的？哥，我没事。顾家是不是欺负你了？明天早上的供应商大会，要不要我现在过去接你？不用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这场大会，我亲自主持。顾氏能有如今的发展，离不开各位合作伙伴的支持。顾总，明天的优秀供应商奖项，您肯定稳拿了。我儿子就是厉害。周小姐，怕是顾总最信任、最倚重的人吧？大家别开玩笑了。若宁确实为公司帮了不少大忙。当年顾氏和许氏的合作，真的是周总监牵线促成的？当年许氏的合作回函都是先发到我这里对接的。周副总这人脉也太厉害了。是许氏看好顾氏的发展潜力，若宁只是从中推了一把而已。主要还是顾总能力出众，许氏自然愿意认可顾氏。我一直都说，顾氏从来不缺机会，缺的是被行业看见的机会。还是若宁最懂承泽，我只是和许氏的高层有一些工作往来而已。能帮承泽稳住合作，做事得力，才是真本事。自今晚起，正式任命周若宁为顾氏副总。恭喜周副总！我一定会尽心尽力，帮顾氏守住和许氏的合作订单。明天的供应商大会，你陪我一起上来。好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妈妈，这么晚了，你回来做什么？我回来接念禾。离婚协议你都收下了，孩子的抚养权，我们按法律程序谈。奶奶，我想要妈妈。明天周阿姨带你去参加宴会，乖乖的别闹。大人之间的恩怨，不该把孩子牵扯进来。顾家会好好照顾念禾，不用你操心。顾夫人，说话注意分寸。你是谁？我哥。原来还有娘家人撑腰。我来接我的妹妹，还有我的外甥女。
你们别在这里吓唬人！念和乖，妈妈很快就接你回家。妈妈，你会来看我吗？妈妈每一天都会想你。妈妈，你别走。妈妈明天就来接你。别再逗孩子了，只会让他更难过。顾夫人，孩子不是你们谈判的筹码。她是顾家的孙女，就该留在顾家。她也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女儿，抚养权的归属，一切走法律程序。正好，我也是这个意思。妈妈，周阿姨说你工作很忙，会很久都不来看我。她什么时候跟你说的？小孩子听错了，乱说的。周阿姨让我乖乖听话，不要总缠着妈妈。念和，想妈妈了就大胆说，不用害怕任何人。清河，我们先走吧。明天我会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。6年了，你终于舍得从顾家回来了。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当年爸极力反对你嫁给顾承泽，你偏偏赌气隐婚，还为了他辞掉了你在许氏的所有职务，做了6年全职太太。那时候太天真，以为爱情比家业更重要。当年你亲手批给顾氏的那笔救命订单，顾承泽知道是你做的吗？我从来没跟他说过，所以他才心安理得把所有功劳都算在周若宁头上。是他从来没有主动问过一句。徐总，妆发已经整理好了，要不要我们直接出手，先封杀顾氏？不用急。你是打算让他明天正常上台？让他爬得越高，摔下来才会越疼。顾承泽坐在第一排，周若宁陪同在侧。他还真把自己当成顾氏的大功臣。那就让他把这场戏演到底。徐总，我们已经收到顾氏提交的泄密报备举报，他举报的泄密嫌疑人是我。是的，举报对象标注为顾太太许清河女士。他怕是连自己举报的人是什么身份都不清楚。6年前的合作回函，是你让助理转发给顾氏的。是周若宁中途截下了邮件，只把最终结果页给顾承泽看。邮件原本的审批页、备注页，全都被他私自删除。所以在他眼里，全程出力的只有周若宁。而且他也只愿意相信周若宁有功。顾承泽太过自信，一直以为许氏选择顾氏是全靠他自己的能力。今天我就让他看看完整的真相，一切按公司流程走。徐总，周若宁刚刚联系了会务组，想要代表顾氏当众感谢许氏高层，抢占功劳。他的脸皮也太厚了。给他安排专属话筒，让他尽情说。徐总，他敢冒领功劳，我就敢当众甩出所有证据。先核查这份邮件，泄密和篡改的源头就在顾氏内部。顾总，您的座位在第一排贵宾位。你看，许氏多看重我儿子。顾总今天绝对是全场最出风头的人。承泽，等会儿上台别紧张。有你在身边，我很放心。真的安排我上台发言？是的，许氏会务组特意安排的。看来许氏高层是真的认可若宁的能力。看来许氏很给你面子。我早就说过，我一定会帮你稳住合作。当年许氏选择和我们合作，本来就是迟早的事，靠的是顾氏实力。是，顾氏实力过硬，我不过是帮您递了一张入场券而已。我儿子根本不需要靠任何人。外人只看得到顾总的风光，只有我知道您一路走来有多难。所以我最信任你。
许清河应该不会来闹事吧？这种高端场合，他根本没资格进来。他要是敢来，我立刻让保安把他赶出去。他倒是风光自在。风光也就剩最后这一会儿了。顾氏的任命书，当年的订单审批原件、泄密初步证据，全都在这里。先不用全部放出去。为什么？直接揭穿就好了。一次性打倒太便宜他了，要让他慢慢摔，才够疼。徐总，您的出场顺序是顾总发言结束后，按原定流程来。徐总，周若宁临时加了发言稿，通篇都说当年顾氏的第一笔合作订单是他亲手牵线拿下的，简直是自取其辱。让他说。清河，顾承泽难道还会信他的鬼话？他从来都只信他。接下来有请顾氏集团总裁顾承泽先生上台发言。顾承泽也是时候该清醒。顾总，请您发言。顾氏能有如今的规模，离不开许氏集团的信任与扶持。顾氏今年的发展算是彻底稳了。听说他们和许氏的续约都谈妥了，稳赚不赔。顾氏的今天也离不开一位至关重要的人，这位是顾氏新任副总周若宁女士。若宁确实能干，帮了承泽太多。顾总，您别这么夸我。当年是若宁亲手为顾氏牵线，拿下了许氏的第一笔核心订单。没有她的付出，顾氏不会发展这么顺利。我只是做了自己分内的工作而已。比起只会在家待着的人，若宁才是真的能帮衬家里。原来周副总才是顾氏的大功臣啊！徐总，周若宁刚刚申请想要上台补充发言。他还真是不知羞耻，嫌丢人丢的不够。让他上。清河，他把牛皮吹得越满，等一会儿证据砸下来，就越响亮。接下来有请顾氏集团副总周若宁女士上台发言。感谢许氏集团一直以来对顾氏的认可与扶持。别紧张，正常发言就好。我没事。6年前，是我主动对接许氏，亲自洽谈合作，才为顾氏拿下了第一笔核心订单。播放第一份证据。是，徐总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审批人根本不是周若宁啊！审批人签名许清河，怎么会这样？应该是系统录入出错了。对，肯定是系统搞错了。请各位嘉宾稍安勿躁。你不是说订单是你亲手牵线谈成？对接工作确实是我做的，流程上写其他人的名字很正常啊。可这审批备注写的明明白白，这哪里是普通合作，分明是许氏给顾氏的救命订单。是谁放出了这份资料？承泽，肯定是有人故意针对我们顾氏。不用想，一定是许清河干的。他没有这个能力和权限。接下来有请许氏集团新任负责人登场。新负责人？是他，许清河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清河姐，徐总，徐总，顾总，这个话筒你还用吗？清河姐，你别在这里胡闹，这是许氏的正式大会。他不是来胡闹的，他是来主持这场大会的。不可能，他只是顾家的媳妇儿而已。昨晚你们已经逼着我签了离婚协议。清河，你先下来，我们好好说。现在是工作场合，公私分明。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许清河，许氏集团新任供应链负责人，同时也是顾氏6年合作订单的唯一审批人。你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？
我曾经跟你说过，我以前在许氏做过项目工作。可你没说你是许家的人，是许氏高层。你听到我做过项目，只关心我工资多少，工作体面与否，从来没深究过。当年我父亲极力反对我们婚事，我一时赌气，选择隐婚，放弃许家身份，做了6年顾家主妇。隐婚？是他自愿放下许家光辉，不是许家亏欠顾家。我用6年的时间，证明我选择你没有错。可你只用了1个晚上，就证明我所有的真心全都错了。清河，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你说的是哪个误会？有什么事儿，我们私下解决，别在这里闹。你刚才在台上邀功的时候，声音不是很大声吗？我的天，原配居然是甲方大佬！这下顾氏彻底完了。清河姐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许氏任职。你不知道，就可以当众冒领我的功劳？我没有冒领，我只是一直在帮顾总维护合作关系而已。维护关系需要私自删掉我的审批页面？我没有。放出邮件原件。故事存档的版本唯独缺失了核心审批页。你当初给我看的根本不是完整版本。我只是怕你压力太大，才没把全部内容给你看。你是怕他看见真相，还是怕他知道所有功劳根本不属于你？维护关系需要伪造功劳，欺骗所有人。清河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别让外人看了笑话。昨晚你亲口说我拖累顾家，从来没把我当过一家人。我那只是气话而已。合规部出示举报文件。顾氏集团昨夜向我司提交泄密报备，指控泄密人员为顾太太许清河女士。你费尽心思举报指控的泄密嫌疑人就是我本人。我不知道你是许氏的负责人，所以一个普通的顾家妻子就可以被你随意冤枉，随意定罪。程泽也是为了顾氏的大局着想，为了公司，就可以随意给自己妻子泼脏水。清河，泄密的合同资料确实是在家里出现的。资料是谁从公司带回家的？是我。是谁把资料随意放在书房，不加保管？是我。又是谁第一个跳出来，指认我嫌疑最大？我只是随口提醒了一句而已。你的提醒时机未免太精准。经初步技术追踪，文件篡改泄密的源头 IP 来自顾氏内部员工账号。若宁，是你？不是我，肯定是我的账号被盗了。别急着否认。账号登录地点，你的专属办公室。顾总，你还执意要我签离婚协议，净身出户吗？若宁，解释清楚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办公室人来人往，谁都能碰我的电脑，登我的账号。泄密账号登录时间：昨晚8点32分。这个时间段，他明明在酒店庆功宴。对，我全程在场，有人可以作证。我能证明，他一直陪着程泽，一直就大部分时间都在。播放会场走廊监控。这不是完整监控，不算证据。那你拿出完整监控自证清白。清河，先暂停播放，私下解决。昨晚你逼我签离婚协议的时候，可曾给我暂停的机会？就算我回过办公室，也不能证明泄密的人是我。说的有理。所以，即刻暂停顾氏所有合作，启动全面合规审查。暂停合作？你清楚这对顾氏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顾氏必须接受合规核查，承担风控失职的后果。这样顾氏会彻底陷入危机。这是顾氏的内部问题，与许氏无关。清河，我们终究是夫妻。昨晚你逼我签离婚协议时，我们就不是了。离婚手续还没办，协议不算数，你不能这么绝情。闯祸时拿离婚压人，出事了就想起没办手续。清河姐，你是不是因为记恨我，故意针对顾氏，针对程泽？
你还不配让我动用许氏资源针对。那你为什么非要毁掉程泽和顾氏？毁掉顾氏的，是你亲手递交的泄密举报，是你不分青红皂白的定罪。顾总，这场审查从你开始。徐总，顾氏合作银行代表已到场。银行怎么会过来？李总，听闻许氏暂停与顾氏的合作项目，只是一场误会，我很快就能处理妥当。顾氏的所有贷款授信全部绑定许氏合作订单。清楚这点。一旦合作暂停，我方会立刻重新评估顾氏风险。什么风险？我儿子的公司一直好好的，根本没问题。靠着别人的订单撑场面，也算是好好的。清河，你说句话。李总，按正规流程处理即可。你非要逼死我和顾氏才甘心？顾总，商业审查不是儿女情长，更不是夫妻吵架。李总，徐总这是私人恩怨报复。你有实质证据吗？他昨晚才和顾总闹离婚，分明是借机泄愤。没错，我们昨晚谈过离婚。清河，正因如此，我全程避嫌。本次审查由许氏合规部联合第三方机构共同执行，全程公开透明。这样的确最为公正。第三方机构，我们先逐条核对泄密文件的真实版本与流转轨迹。需要核查多久才能结束？看各位的配合程度。我全力配合调查，绝不隐瞒。第一处异常，核心合同文件曾被私自转发至私人邮箱。哪个邮箱？收件方宁安咨询。我不认识这家公司。真的不认识？完全不认识。宁安咨询法人，姓周。和你是什么关系？只是同姓而已，纯属巧合。这家公司法人是你的亲表哥。你们私自调查我！我们调查的是泄密源头，不是针对你个人。顾总，此事性质十分恶劣。你到底背着我做了多少事？程泽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害顾氏。还有一笔异常转账记录，谁转给谁的钱？资金从宁安咨询转出，收款方是顾氏在职财务主管。立刻把财务主管叫过来问话。程泽，这中间一定有误会，今天的误会确实有点太多了。许清河，你别在这里添油加醋。我只陈述证据，不掺杂任何主观揣测。转账备注标注为项目咨询费，金额数额巨大，这笔流水风险疑点极高。我手下的财务不可能私自收黑钱。我们已经尝试联系对方，目前人已失联，联系不上了。他肯定是畏罪潜逃了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你怎么知道他跑了？我只是猜测而已。若宁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内情？连你也怀疑我？我现在只要真相，不要借口。徐总，失联的财务主管刚刚发布了公开声明，念：本次合同泄密，资金异动，全部听命于顾氏副总周若宁，我只是被迫执行。他胡说八道，是他乱咬人。你跑什么？心虚了？我是被冤枉，我被人陷害了。程泽，若宁跟着你辛苦这么久，他绝对不会害你。他害得还不够惨吗？是他，是许清河记恨我，故意联手外人毁我名声，毁顾氏。我从一开始就给足了你解释和自证的机会。你就是仗着自己是许氏高层，肆意欺负人。我从来不是靠身份，我靠的是实打实的证据。若宁，财务为什么偏偏点名指认你？
肯定是许清河收买了他，让他故意污蔑我。你继续编。大家看清楚，许清河公报私仇，打压顾氏，他就是离婚不甘心，故意报复我们顾家。清河，要不要先控场收场？让他们拍，让他们说。清河，别把事情闹得无法挽回。事情早就收不回来，封存顾氏所有参会资料与备案记录。是。周副总，手里藏的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一支口红而已。拿出来。你凭什么随意搜查我的私人物品？顾氏正在核查泄密案件，所有相关物品都需核验。我看谁敢动若宁！既然不肯配合，那就直接报警处理，让警方核验。没必要闹到报警这么严重。昨晚你举报我泄密，逼我离婚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留余地？程泽，他就是故意当众让我出丑，要么主动拿出，要么调取全程监控比对。阿姨，快帮我拿着！拦住！你们太过分了！顾夫人，包里若无猫腻，你何必如此慌张阻拦？妈，把包给我。程泽，不能让他们欺负人。周若宁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程泽，你干什么？那是我的私人东西，和案件无关。私人物品需要刻意藏着掖着。里面是什么内容？就是一些旧资料，必须当场核验内容，排除嫌疑人。不行，绝对不能看。为什么不行？里面有我的私人隐私。难道泄密商业文件也算你的私人隐私？若宁，别再骗我了。我没有骗你。许氏核心报价资料，不准看！原来你不是单纯泄密，是定向倒卖资料。你是要把顾氏的核心报价全部卖给对手？你真的把公司报价卖给竞争对手了？我没有，是别人放进去栽赃我的。文件创建人信息，实名是你。创建时间正是昨晚8点35分，你回办公室的时间段。若宁，快解释清楚啊！我只是做个备份，我怕许清河报复顾氏，提前留底自保。备份需要整理竞争对手名单，刻意对接外敌。我只是想给顾氏多留一条后路。倒卖甲方核心报价，也能叫后路。顾总，此事彻底影响我方授信评估，风险等级大幅上调。李总，顾氏也是受害者，是内部人员作恶，贵司内部风控彻底失控，我方无法继续信任，我立刻处理，给你们一个交代。程泽，你不能丢下我。从现在起，暂停你一切副总职务，等候调查。你说什么？现在才处理，太晚了。这份核心报价资料曾成功发送至林氏采购部。林氏，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。我没有发送，不是我。那就播放录音证据。录音？什么录音？报价我发给你们，顾氏会被彻底压价。你想要什么回报？
我要稳固职位，拿到资源，彻底掌控顾氏主动权。若宁，你疯了不成？这是伪造的，不算数！已做声纹比对，录音人声与你本人完全一致。你不止冤枉我泄密，更一直在暗中蚕食、出卖顾氏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陪着顾氏熬过所有低谷，我不甘心！你熬的是野心，守的是私心，丢的是底线。你闭嘴！凭什么我不能争？公司最难的时候，是我日夜坚守跑遍客户。顾氏起死回生的第一笔救命订单，是我亲手审批落地的。可落地维系、奔波忙碌的人是我。落地维系是本职，抢功卖公司是越界。你根本不懂顾氏的难处，别乱评判。若宁，别再乱说话了。阿姨，你当初也说过，许清河帮不上程泽半点忙。我只是随口一说，从没让你泄密卖公司。出事了，所有人都开始推责了，是吧？够了！我做这一切，只是想证明顾氏离不开我。所以你就卖掉公司核心利益，换自己的地位。我只是想掌握主动权，不想一直被人压着。你没掌握主动权，只亲手凑齐了所有定罪证据。许清河，你别太得意。有请徐总公布本次事件临时决议。清河，算我求你，给顾氏一次喘息的机会。我给了顾氏6年的机会，是你们自己不珍惜。我从前不知道，你为顾氏付出了这么多。不是不知道，是你从来不想知道。徐总，泄密全部是我个人行为，不要牵连整个顾氏。顾氏用人失察，内部风控彻底失效，公司必须承担对应责任。我方即刻下调顾氏贷款授信等级。下调授信，那公司资金链彻底断了。这下顾氏彻底危险了，没人再敢和他们合作了。许清河，你真的要赶尽杀绝？许氏正式公布决议，即刻暂停顾氏本年度所有合作资格，终止原有合作存续期。清河，同时启动对顾氏及相关责任人的全额损失追偿。你不能起诉我！你凭什么追责？凭什么起诉我？凭许氏因泄密事件产生的所有直接、间接损失。你就是单纯报复我！周若宁，立刻闭嘴！程泽，你不能让他起诉我，我会彻底身败名裂。清河，若宁知错了，他做错事该罚，但顾家真的赔不起呀。顾氏签署过严格的保密协议与风控承诺书，我清楚，并且你本人签署了连带赔偿责任。清河，追偿金额能不能协商减免？可以谈。你说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当众公开道歉。在这里，当众道歉。就在所有合作商、供应商面前公开致歉。程泽，不能低头，顾家丢不起这个脸。不公开道歉，就按合同全额追偿。你要是当众道歉，我这辈子就彻底毁了。不道歉，顾氏就彻底毁了。你这是怪我？不然，该怪清河吗？顾总，时间有限。我顾承泽因公司管理失职，轻信他人，错误举报，冤枉许清河女士。哎呀，
对许清河女士造成的名誉损害与精神伤害，我在此当众道歉。好，真好。所有人都选择不信我，证据从不会偏袒任何人，只忠于真相。你们可以回我，罚我，但顾念河还在顾家，别把孩子扯进我们的恩怨里。顾念河最听话，你对他说了什么？我只是提醒他，别总给大人添麻烦。他只是个孩子，我一直尽心照顾他，你现在也要怪我？清河，我立刻派人去顾家。现在就去。念河在家好好的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我要亲眼确认我的孩子平安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可以去，但别挡路。她也是我的女儿。那就从现在开始，好好保护她。放开我！带她去合归市等候律师处理。你赢不了我！念河，太太，小小姐在活动室。为什么无人看护孩子？周小姐吩咐，让小小姐独自待一会儿。妈妈，妈妈来了，不怕。周阿姨说，我不能总找妈妈，会添麻烦。想念妈妈从来都没有错。念河，爸爸在。我不想见周阿姨。我不知道孩子独自待在这里。顾家照顾孩子的方式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从现在起，念河跟我走。清河，我们好好谈谈。先保护好孩子，其余的事之后再谈。念河是顾家的血脉，绝对不能带走。让开。妈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们吧。你不是单纯犯错，是一味纵容恶人，漠视孩子委屈。妈，让他带念河走。程泽，你糊涂啊！孩子在这里受了委屈，是我们亏欠他。我以后一定好好照看念河，绝不会再出事。没有以后了。妈妈，我想回你的家。好，妈妈带你回家。我以后可以探望念河吗？等你彻底清理干净身边的人，再说这句话。顾总，董事会全员要求您立刻回公司，他们要罢免您的职位。现在，谁允许他出现在这里的？我目前仍是顾氏副总，有权参会。顾总，请你解释许氏巨额追偿的问题。银行下调授信，所有股东已经人心惶惶。这件事我会尽快解决。解决？去低声下气求许清河吗？你闭嘴！我手里握着顾氏核心项目漏洞资料。若宁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你们全员把责任推到我身上，那就别怪我曝光所有资料。周小姐，恶意要挟可是要负法律责任。所有资料我早已备份，不怕任何人追责。顾承泽，你任用的都是什么人？周若宁，你在威胁我。是你们先放弃我的。顾总，许氏的律师函送到了。追偿金额是多少？3000万。顾总，3000万的巨额赔款，你拿什么填补？许氏订单全面终止，银行持续压贷，公司已然岌岌可危。我会亲自找许清河协商化解，
如今局面，他还愿意见你吗？你没有资格开口。我没资格。顾氏半数合作订单都是我亲手签下的。周小姐涉嫌商业泄密，职务可即刻暂停。我看谁敢动我！若宁，别再火上浇油了。阿姨，现在知道害怕了。保安，把他请出去。我走可以，但在座所有人都必须听完这段录音。这是什么？是顾总亲口承认，顾氏项目漏洞早已存在的证据。项目漏洞先压下来，绝不能让许氏知晓。顾总，此事当真？这是断章取义，并非全貌。既然清白，那就当众解释清楚。当时只是内部排查，问题尚未定性。可许氏不会听我们的解释，只会认定顾氏刻意隐瞒。顾总，这段录音会大幅扩大事件责任，对我方极为不利。即刻暂停顾承泽所有职务。不行，公司是承泽一辈子的心血。公司是全体股东的，不是顾家的私人玩物。谁给你们的权利？全体股东会正式授权。顾总，许氏刚刚发布官方公告。公告内容是什么？许氏将面向全网公开招募全新合作供应商。顾氏在行业内的位置彻底没了。医生看过了，孩子只是受了惊吓，并无大碍。我绝不会再让他独自无助，受人委屈。抚养权起诉材料，律师已经全部准备妥当。明天一早正式提交。大小姐，顾承泽一直在门外等候，不肯离开。他还有脸来？不见。顾氏股价今日已经彻底跌停，这仅仅只是开始。妈妈在，不怕。他说顾氏董事会已经准备罢免他的职位。顾家的事与我无关。他还在门外，一直没走。清河，给我10分钟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只给1分钟。周若宁手握录音证据，董事会马上就要罢免我。所以，你是来求我救你？我是求你救顾氏。当初我妹妹帮你时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是我错了，我全都错了。错在哪里？我错在轻信周若宁，错在冤枉你。还有呢？我错在长期忽视念和，亏欠孩子太多。这句道歉来得太晚。我可以签署临时抚养协议，让念和一直跟着你。你的条件？你撤回追草，帮我稳住董事会。到现在，你还在跟我谈交易？清河，我已经走投无路了。那就学会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。周若宁要去找林氏联手报复你。你如今自身难保，拿什么跟我谈合作？我一无所有，反倒最敢赌。这些顾氏内部漏洞确实有利用价值。你想要什么回报？钱、林氏高管职位，还有让许清河身败名裂。最后一件事儿，
难度不小。许氏正在招募新供应商，我能帮林氏拿下合作。你有办法？我可以证明许清河公私不分，利用职权争抢孩子。林总，许氏合规体系极为严格，很难抓到把柄。再严格的规矩也扛不住全网舆论造势。具体怎么做？带节奏反咬，把念和的事儿歪曲成许清河强势抢孩子。徐总，有人刻意带节奏，造谣您利用身份强势争夺抚养权，肯定是周若宁的手笔。背后有林氏水军批量造势，热度攀升极快。他走投无路，只能用舆论泼脏水。顾总还在门外，说可以出面为您作证澄清。他的话还能相信吗？让他进来。热搜我看到了，我立刻出面澄清真相。你出面，顾氏的口碑会彻底崩塌。我早已无所谓了。你为什么突然愿意牺牲顾氏声誉？只因为念和是我的女儿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这句话。什么？周若宁在林氏楼下开直播了？他正在全网卖惨抹黑你。许清河仗势欺人，利用职权抢夺孩子，打压我和顾氏。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。现在？应对方案早已备好，就等他主动爆料。热搜发酵的瞬间，媒体、律师、直播通道都已全部就备。你早就预判了他的反咬，这是他仅剩的底牌。要澄清，就当着全网媒体的面说清楚。我愿意。现在，当众澄清所有真相。徐总，网传您借商业优势强行争夺抚养权，是否属实？顾先生是否遭到您的胁迫，被迫放弃孩子抚养权？今日发布会只讲客观事实。我来澄清，念和并非被许清河夺走。那真实情况是什么？是我身为父亲，没有尽到监护责任，把话说透彻。周若宁多次误导恐吓孩子，还将年幼的念和独自留在房间，无人看护。这是否已经涉嫌监护失职？我已核实保姆证词与监控，会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播放现场证据。全网热搜很快就会彻底反转。证据确凿，监护失职没得写。他们怎么会有完整监控？你之前告诉我顾家监控全部缺失。我明明叮嘱过保姆隐瞒。林总，网上舆论已经彻底反转，网友都在指责周小姐卖惨造谣。原来都是装的，居然欺负小孩子，太恶毒了，还敢开直播颠倒黑白。周小姐，您是否存在故意误导孩童、监护不当的行为？我没有，监控是许清河恶意剪辑的。闭嘴！林总，你答应过要帮我的。我从不帮没有任何价值的人。你拿走了我的故事资料，不能撒手不管。是你主动送上门的，与我无关。林总，请问您是否参与了顾氏商业泄密？林氏集团是否牵涉其中？林氏是否参与顾氏商业泄密事件？请正面回应。无可奉告。许清河，你别得意太早。徐总，林氏是否深度卷入本次顾氏泄密事件？许氏已整理完整证据链，正式提交司法机关。证据包含报价流向、转账流水、录音证词及现场交易记录。我会全程配合调查，还原所有真相。顾总如今配合长青，是真心悔过还是单纯自保？二者皆有。倒是足够诚实，
但守护念河是我唯一且真心的选择。比起口头表态，行动更为重要。我自愿签署临时抚养协议，女儿顾念河由许清河全权照顾。您是主动放弃孩子抚养权争夺？我如今没有资格争夺孩子的抚养权。这次切勿再反悔。肆意妄为，害得林氏被卷入风波。明明是你贪图许氏供应商名额。林总，许氏已发正式问询函，合作伙伴纷纷求证，公司口碑和项目都受到严重影响。周若宁，把你的所有资料全部拿走。现在想撇清关系，太晚了。你如今还有什么筹码跟我谈条件？我还有底牌。这些记录毫无用处。我能让顾母当众改口，推翻所有证词。顾承泽刚签完抚养协议，顾家早已无力翻盘。顾母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顾氏。你想怎么做？他绝不可能眼睁睁看着顾氏彻底破产。阿姨，想救承泽和顾氏，就按我说的做。去许家闹，逼许清河撤案，撤回追偿。他性格强硬，根本不会听我的。那就对外造谣，说他借许氏权势争抢孩子，刻意搞垮顾氏。若宁，放过承泽，别再折腾了。是你们顾家先把所有罪责推到我身上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妈，你在和谁通话？没人。周若宁，承泽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你还敢蛊惑我母亲？我只是想自保，我不想身败名裂。你做错的事，本该依法承担后果。既然你们绝情，我就把顾家所有内幕全部曝光。你这句话，我们已经全程录下来了。许清河，清河，我真的不知道若宁会这么算计，刻意挑事。每一次出事，你都说自己不知情。我只是一心想保住顾家，保住承泽的一切。所以你就纵容他，一次次拿年幼的孩子做筹码。妈，够了，别再辩解了。承泽，我做的所有事儿都是为了你啊！所有人都打着为我好的旗号，到最后毁掉了所有人的生活。我愿意作证，是周小姐刻意吩咐我，不准提及她单独留下小姐吓唬孩子的事。你现在愿意坦白的原因是什么？小姐夜夜受惊哭闹，我良心实在不安，无法再隐瞒。证词真实有效，可作为法庭证据。清河，我会亲自整理，递交所有相关证据。你不是为我做这些。我知道，为念河弥补我亏欠他的一切。徐总，监测到周若宁预定了今晚的离城机票，打算连夜逃走。立刻依法拦截，不准他脱身。林总吩咐让你立刻离开本市，越快越好。答应我的酬劳呢？钱什么时候到账？安全抵达外地后，自然会结清。他这是耍我，想白拿我的资料。你如今自身难保，没有选择的资格。周小姐，请留步，暂时禁止通行。凭什么拦我？我只是正常出差。相关单位申请协查，请配合调查。带着顾氏泄密赃物也算出差？
你跟踪我？是你跑路太心急，自露马脚。若宁啊，别再执迷不悟，逃避责任了。你有什么资格说教我？打开行李箱，接受检查。这是我的私人物品，你们无权翻看。那就移步安保室，当众开箱核验。这些私密资料和大额现金是什么情况？不是我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出现在箱子里的。确凿无疑是顾氏核心泄密文件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带走涉密资料，不肯收手。你们所有人都背弃出卖我，我只能自跑。这里还有林氏的秘密付款凭证，证据齐全。我不知情，这和我无关。回去转告林总，许氏静待他的正式解释。解释？他从来不会认账。你可以出面作证，揭发真相。我凭什么帮你们？不是帮我们，是为你自己争取减刑，少坐几年牢。你在吓我？我从不用恐吓手段，只讲法理结果。幕后买家确实是李总，对应的实证在哪儿？完整交易证据藏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。谁允许你们擅自闯入林氏会议室？来听你解释商业窃密、恶意串标一事。徐总，许氏没有资格干涉林氏内部事务。我方已正式发函取证，流程合规合法，同时已同步告知所有行业合作方，核查林氏资质。单凭周若宁的片面之词，就想定我罪名？我们不靠口供，只凭完整资料流向证据。林氏从未收购任何泄密文件，纯属污蔑。那这笔定向交易资金，你如何解释？林总，这……闭嘴！我给你最后一次主动坦白的机会。徐总想私下和解，只是不想让你继续浪费双方时间。我绝不认账。既如此，我方即刻公开全部证据，交由行业与司法处置。徐总，林氏后续还能参与供应商竞选吗？即刻暂停林氏所有竞选与合作资格，等待最终核查结果。顾氏深陷危机，如今林氏又出事，行业格局要变了。两家都是妄图靠赃单投机取巧，翻车是必然结果。顾氏全力配合本次所有调查，绝不推诿。顾总是否承认公司内部管理严重失控？我承认，所有管理失职由我全权承担。说核心证据，不要空腹认错。周若宁私自向林氏投递涉密报价资料，这里有完整签收记录，单据上有林氏采购亲笔签名，证据确凿。许氏正式重启全新供应商招募工作。顾氏后续还有参选资格吗？内部审查彻底结束，整改达标前永久禁止参选。我自愿接受所有处罚结果。徐总，林总带人过来了。他居然还敢主动上门。他随行带了2名顾氏现任董事。徐总别急着定罪，真相还未浮出水面。你是专程来认错的？我是来揭穿顾承泽的真面目。顾承泽早就知晓项目存在漏洞，却刻意隐瞒。顾总早有知情不报，初期只是排查疑点，并未定性为漏洞。你刻意压下问题，隐瞒不报，就是失职渎职。我确实存在管理失职，无可辩驳。你的失职害得整个顾氏濒临覆灭。为此，
我自愿辞去顾氏所有职务，全权承担所有责任。你疯了？主动卸任？我虽失职，但本次商业泄密，绝非顾氏官方指令。拿出证据。泄密文件为周若宁个人私自签批，且有林氏官方签收盖章。签章真实有效，证据闭环完整。这是伪造证据，不判说。目前人证、物证、流水记录齐全，完整证据链已成型。林氏商业窃密、恶意串标，罪责难逃。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字了，孩子抚养权，你如何决定？抚养权我一并放弃，全部归你，完全放弃，不附加任何条件。我亏欠他们母女太多，没有资格谈任何条件。顾氏的3000万追偿依旧照常执行。我清楚，也自愿承担所有赔付责任。徐总，周若宁再三请求，想要当面见您。他还想借机闹事，故技重施。他说，手里握有林总亲笔收据，是定罪关键证据。他的交换条件是什么？希望您撤销对他照护不当的相关追责。他犯下过错，竟然还敢谈条件！转告他，实证我要依法收取，他的所有罪责也绝不豁免。撤销我照护不当的所有追责，我立刻交出林总亲笔收据。你没有任何谈判的资格，没有我的证据，林总永远不会认罪伏法。你把年幼的念和独自锁在房间吓唬他时，想过他会多害怕吗？我只是让他安静待了一会儿，根本不算伤害。对于孩童而言，刻意的忽视与冷漠，就是最锋利的伤害。我到底哪里不如你？凭什么所有人都偏向你？从你选择冒领功劳、背叛信任、利用孩童牟利的那一刻，你就彻底错了。我到底错在哪儿？你的收据可作为核心协查材料，能争取从轻处置，但无法免责。交出证据，真的能从轻判决？一切依法流程判定。别高估自己，你并非无可替代。我交。林总，这是否是您的亲笔签名？伪造，这是刻意合成的假证据。原件已送至鉴定机构，真伪很快揭晓。我方同时掌握完整付款流水与现场交接视频。什么交接视频？林氏是否蓄意商业窃密、恶意窃取竞品资料？这是秘书的个人私自行为，与林氏无关。你方才也是这样撇清周若宁的。资料从我司流出，我承担管理失职的全责。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别故作清白。我有错认罚，但你蓄意窃密牟利，绝无脱身可能。双方罪责分明，无需争辩，逐一清算即可。徐总，笔记初步鉴定结果出炉。鉴定结果明确，收据签名与林总笔记完全一致。不可能！即日起，永久取消林氏所有许氏供应商竞选与合作资格。徐清河，你非要对我赶尽杀绝？是你贪心越界，以身试法，并非我赶尽杀绝。商界往来，风水轮流转，许氏总有需要求人相助的时候。许氏立身坦荡，绝不会效仿小偷行径牟利。林氏这次证据确凿，彻底完了。许氏风控严明，处事公正，值得长期合作。顾氏后续将如何应对本次危机？全额配合追偿赔付，全面整改内部管理体系，
您后续还会争取许氏合作订单吗？在彻底整改通过审查前，主动放弃所有参选资格。顾氏能否恢复合作资格，只看后续整改结果，不涉私人恩怨。我明白，也全然接受。林总，请签收司法问询函与调查通知书。我会让我的专属律师对接处理。还请尽快对接，别学周若宁妄图连夜跑路。念和，爸爸可以进来陪你说说话吗？妈妈在的话就可以。妈妈一直陪着你。对不起，念和，是爸爸没有好好保护你。周阿姨以后还会来欺负我吗？不会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。妈妈以后会不会一直很忙，没时间陪我？妈妈会平衡好工作和生活的，永远都会留时间陪你。以后你跟着妈妈生活，爸爸会按约定定时探视，绝不打扰你们的生活。我不想再一个人等着别人来看我。爸爸保证，再也不会让你独自等待。所有探视前，你必须先通过儿童心理评估，保障孩子情绪安稳。我完全配合所有要求。爸爸，你以后不要再凶妈妈了。爸爸记住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林氏已永久取消合作资格，顾氏列入重点整改观察名单。本次参选名单已完成3轮严格筛选，所有入选企业资质、风控、口碑均合规达标。剔除所有投机乱象，行业终于回归清静。徐总，您是否会因过往私人关系对顾氏格外优待？商业合作，公私分明，绝不掺杂私人感情。那是否会刻意打压整改中的顾氏？也不会，一切以合规、实力、底线为唯一标准。许氏规则透明、公平公正，我们所有合作方都心悦诚服。许氏所有合作，只看企业能力与商业底线，无任何特殊特例。徐总，周若宁已正式立案调查，案件进入司法流程。作恶终有代价，他终于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。静待司法给出最终结果即可。下午的离婚手续正常办理。正常办理，了结过往。妈妈，我在家乖乖等你回来呀。好，妈妈很快回家陪你。清河，这么多年委屈你了，对不起。你的歉意我收下了，过往恩怨到此为止。我们还有重新开始的机会吗？你无需挽回我，你最该做的是重新救赎，成长你自己。念和，奶奶可以看看你吗？你可以自己决定。奶奶以后不可以再凶妈妈了。奶奶记住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希望你今日所言能够说到做到。后续探视、配付，我都会严格按协议执行。愿你信守承诺，承担起该负的责任。我必定全力以赴。妈妈，我们回家了吗？我们回家。这一次，换我真正学会长大，学会担当。